大家好，我是 Parker， 今天我们又要来讲东野圭吾啦。黎明之街这一本真的是我觉得近年来东野圭吾非常不错的作品。这本书他把婚外情当中男人那种出轨的心态简直写的是淋漓尽致。那他到底讲了什么？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开始讲故事。那我们的男主角呢，他姓杜布，大概40来岁左右，是工作和家庭都小有所成的那种中年男子。他在日本的一个建筑公司当那个电力科的主任。他的老婆由美子呢，算是半个家庭主妇吧。他的女儿正在上幼儿园。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啊，杜布呢就是对那种婚外情的男人表示非常的唾弃。那么转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男主杜布看到了他们的新来女员工是一个派遣员仲西秋叶。他31岁，但在我看来要年轻一些，鹅蛋脸小巧精致，鼻梁像用尺子画出来一般笔直，就是那种典型的日式美女嘛。那么秋叶一来，部门就给她开了迎新会。那么迎新会的时候，就有那种好事的同事就是问这个美女说：“哎，秋叶小姐，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孩子啊？你有男朋友吗？”那秋叶就说她现在是单身，没有男朋友。至于喜欢什么类型嘛，她也不是很清楚。那么同事又问：“那既然如此，你不喜欢什么类型呢？”秋叶就认真的想了一想，她说：“我讨厌那种不能履行丈夫职责的人，会对其他女人动情的男人没有资格做丈夫。”于是就有人问：“那要是丈夫出轨了呢？”秋叶想都没想就说：“杀了他。”在场其他同事就这个新来的美女看上去像是一个狠人啊。因为他这么一说呢，杜布呢就对他留意了一点。那么秋叶跟男主具体是怎么深入认识的呢？事情发生在几天之后，男主杜布呢跟他几个就是算是狐朋狗友吧，聚在一个酒吧里面喝酒。几个中年男人就说：“哎，以前我们聚在一起呢都喜欢聊女人，现在我们呢连女人也聊不了了，因为呢我们就不算男人了。”其中有一个叫做新谷的朋友啊，他呢就非常滔滔不绝：“你看看我们当中还有谁能谈女人？先说好，不谈老婆和女儿，他们都不算女人。对了，还要除去母亲。”这个时候啊，杜布呢就开这个新谷的玩笑：“新谷，你现在怎么那么丧呢？你还记得吧？以前在这个店里你还跟我们打赌呢，说是看能不能把吧台那边的女孩子叫过来。那又怎么样？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你看那边那个女的好看吧，是我的菜吧？但是别说搭讪了，我现在就是多看她2眼，旁边人都会觉得我是个变态大叔。世道不一样了，现在在别人看起来，我们就不是男人了，就像是老婆也不是女人一样。我们现在呢，就是老公、爸爸和大叔。想当回男人就去找小姐，但是当心别被你老婆和公司的有人发现。想当个男人啊，也要偷偷摸摸。意识到这一些，在场几个中年男子就沉默了下来。那么吃完饭呢，他们就去旁边的击球店就打球。但是在这个店里呢，杜布突然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看那个身影好熟，发现这不是新来的那个员工秋叶嘛？那么回过头发现杜布在看他，秋叶一惊，您怎么在这儿？这个时候呢，他的朋友新谷他们也挤上来了。一看杜布在跟一个单身女人说话，新谷就来劲的说：“你们认识啊？”那么一问才知道是公司的同事。这个时候呢，新谷就来劲了，说：“那你要不要一起玩啊？我们等会儿去唱卡拉 OK。”当然不可以了。杜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4个男人和他一个女的去卡拉 OK。新谷就说：“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都结婚了，所以不会纠缠你的，只是去唱个卡拉 OK 而已，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你要是喝多了，到时候就让杜布送你回去，绝对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的。”那秋叶就看了看面前几个男的，觉得好像也挺有意思的，于是就答应说：“好吧，那就一起去唱 K 吧。”那么唱 K 的时候，秋叶也非常的开心，整个人就放得很开，跟公司里那种拘束的样子好像就是2个人，而且不停的喝了很多酒。那么唱完之后，大家都回家了嘛。的杜布跟他是同事，所以男主杜布就送秋叶回去，但是没想到秋叶走了一半走不动，原地就坐下了，意思就是说要杜布就是背他。杜布想说啊，开什么玩笑？结果他过去就想拉秋叶的时候，秋叶就的一下都吐了，吐的他就是西装上全都脏了。这个时候男主看了一眼天色，已经是黎明时分了。接着到第2章了。书的开头写呢，上高中的时候曾经有同班女同学跟我说，放学之后让我留下来，当时我兴奋不已，以为她是要跟我告白，结果到最后她是跟我讲体育部的事情。那之后我就大失所望。但是今天我又收到了类似的短信，就是秋叶发消息跟他说，能不能请你就是下班之后留下来。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开始扑通扑通的跳了，倒不是因为会期待什么，而是因为很久没有和年轻女性单独见面，我连等待时针指向下班时间都等不及了。男人果然是一种滑稽的生物，他知道其实秋叶让他留下来肯定跟他说西装的事情，昨天晚上不是吐了他一身嘛，所
所以果不其然，他们在一个地方约见面了，然后秋叶上来就带了西装过来，可是他没有直接把西装拿过来，而是反而递了一个信封过来，意思说请你收下。然后男主呢就愣了一下，他看看信封，知道里面是钱，他就不懂为什么秋叶要给他钱，怎么就是还个西装突然还给上钱了呢？但是秋叶就让他赶紧把钱抽下，杜布就有点不爽了，你这什么意思啊？你把西装还我就行了，给我钱干什么？那西装虽然是个便宜货，但是对我来说也是重要的东西，没了它我没办法出差。可是西装被我洗坏了，现在都皱巴巴的。哈？那你为什么不送去洗衣店洗呢？那样不行，洗衣店的老板娘会以为我有男朋友吧。总之，请您收下这些钱。我说你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吧？是不是觉得用钱就能摆平一件事情了？我根本感觉不到你道歉的诚意，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奇怪？钱不能解决一切问题，重要的是态度和诚意。态度和诚意，秋叶听了就感觉到底什么意思呢？反正他就被杜布数落了一顿。杜布也觉得这个秋叶啊有点奇怪，感觉是个很拧巴的人。他想要的其实就是真心实意的对不起3个字，但是秋叶就很拧巴，就没有办法认真道歉，要么给钱，要么再给他做套西装，就是不说那3个字。于是杜布就发火了，他说你没看懂吗？我既不想要你的钱，我也不想你给我定做什么西装，我要的只是你一句道歉，对不起3个字，有这么难吗？以至于你大费周章搞成这样子吗？一顿发泄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时候秋叶已经就哭了，就眼泪就流下来了。然后书里就写，秋叶像尊石像般一动不动，眼里含满了泪水。在我惊讶的目光中，大滴眼泪流了下来，在他的脸颊上划出几道泪痕。哎，别这样啊！在这种情况下掉眼泪也太狡猾了吧！我不禁暗想，但他下面的话让我更迷惑不解了。要是能无所顾忌的道歉，该有多轻松！那样的话，我也不会这么痛苦了。秋叶就说，就他的意思是，他好像没有办法无所顾忌的说出对不起3个字。听到这里啊，杜布就懵了。我呆呆伫立，胸口有种莫名的热气在膨胀。更简单的说，是一种激动的感觉，自己可能遇到迄今为止从未经历过的事情，这种期待感一波波的向我袭来。就是他本来火很大，但是看到秋叶一哭，又说出那么让人软绵绵的话，他心里就有什么东西在悸动了。那么这样一来，火也发不出了，他就说算了，那我回家吧。那么秋叶就说我送你，于是2个人再次上了车。那么上车之后，杜布的态度就稍微消减，没有刚才那么凶了嘛。那么秋叶也认真的开车，2个人就有一搭没一拉的就扯开别的话题，就聊到说，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除了在公司上班，还去哪里干嘛？那么秋叶就说，其实他挺喜欢冲浪啊、潜水啊这些运动的。然后杜布就想说，哦，冲浪听上去挺有意思，其实我以前也想过要冲浪什么的。秋叶一边开车就一边顿了顿，就说，你刚才也说过类似的话，你是不是在顺着我的话的意思在顺着说呀？杜布就莫名其妙说，我干嘛要顺着你的话的意思说？我是真的觉得冲浪有意思，所以我才说的。秋叶就说，真的吗？对啊。秋叶说，好吧，既然这样，那下次一起去吧。杜布就说，好啊，一起去就一起去。秋叶就连忙加了一句，我是认真的，我一定会约你的，我不是随便说说的。杜布就说，去就去，这是什么呀？于是没几天之后啊，秋叶真的发短信就给杜布说一起去。结果杜布这一次就跟他走了嘛。没想到车开到一半的时候，就天气很不好，就没有去成。这个时候天边就露出了一抹彩虹。那么看到彩虹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秋叶的心情就一下子变好了。对着杜布就说，之前的事情真是对不起，我不是故意那样的。听到对不起3个字啊，杜布突然就觉得很愕然，因为之前秋叶一直很拧巴，就是道不出那个歉嘛，他就觉得这个女的是个有故事的人。总之呢，他对秋叶的好奇和吸引的就进一步加深了。于是他又试着问了更多问题，但是秋叶就支支吾吾的，意思就是有的事情我不能跟你多说，但是3月31号之后我就可以跟你说了。3月31号，杜布就很莫名其妙，为什么要等那个日子之后呢？那么接下来书就来到了第5章，我有个借由杜布这个男主角的口讨论了他关于出轨的定义。有的人觉得呢，跟配偶以外的人单独见面就是出轨，要是约会就更不能想象。那有的人觉得，那么心动什么的很正常，见面也很正常，但只要不发生性关系，那就不算出轨。那么杜布说，以前我觉得肯定是第一种，对妻子以外的人发生感情那就是出轨，但是现在我却不断的倾向于第2种，就是只要不发生
生性关系，那就没有关系。有着这样想法的杜布突然收到了朋友送的一张什么2人的招待券，但他第一个想到的不是他老婆，他想到的是秋叶。他就鼓起勇气给秋叶发了短信，意思就是说我拿到一张2人的券，你有没有兴趣跟我去什么什么地方？他心里想好了，如果秋叶发消息回他说你为什么不找你老婆一起去，那他就斩断这个念想。但是没想到秋叶回他什么呢？秋叶回他说要是很有档次的餐厅，那就得考虑穿合适的衣服了。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杜布整个人都爽了，他就觉得有戏。那么吃饭喝酒的时候气氛也很好。那吃完饭之后呢，杜布就说我送你回去吧。于是他们就来到了秋叶的家，在一个非常气派的那种洋房前面。杜布想，哇，你家好像是挺有钱啊。没想到2个人在对话的时候，突然间不远处就站着一个男的，就是夜色之中有一个男人站在一辆车旁边。2个人回头一看这才发现是一个就白发苍苍，但是呢脸部轮廓还很硬挺的一个男人。其实这个人就是秋叶的父亲，他们平时不住在这个房子，但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会回来。秋叶看到父亲的态度呢就非常冷淡，意思就是说你来干什么父亲就说我来拿东西的。然后父亲一边看看秋叶，再扫了扫他旁边的杜布嘛，就脸色不是很好看。那毕竟都是男人，这个他老爸一眼就看出来杜布是已经结婚的男人，女儿在跟一个有妻室的男人约会晚上还到这个房子来，那他的脸色肯定不好嘛。但是秋叶好像没有把他爸当回事，意思就是说好，那你拿完东西就回去吧。那么他爸就点了下头就走了。走了之后，杜布心里就不是滋味，就说那我也走吧。结果呢，秋叶就说你要不要进来坐坐？杜布的心就跳起来了。进了家之后，他就在客厅给他倒了酒，2个人就喝起来了，一边喝一边聊。那么聊的时候，杜布就是心里总觉得哪里怪怪的，然后秋叶就看出来了嘛，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在意我爸爸。那个男人无所谓。杜布就说你爸爸看上去好像有什么烦心事。然后秋叶叹了一口气说好，这房子卖不掉，所以他烦吧。原来他们家就其实一直想把这个房子卖了，但是没有人接手。然后杜布就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太气派了，价格太贵了，没有人愿意买呀？没想到秋叶就一边拿着酒一边脸红红的说不是啊，是因为这个地方发生过凶案哦。然后杜布就凶案，紧接着就看到秋叶就是摇摇晃晃的站起来，走到客厅的一个桌子这边，然后整个人就躺下去，像一个大字形一样一躺，说那就是这个地方以前死过人哦。然后这个时候杜布就呆了，书里就写杜布意识到秋叶可能是喝醉了，于是他起身就说你好像喝多了，我先回去了。没想到这个时候秋叶突然过来，就一把就抱住了杜布，意思就是说不要走，不要留我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杜布整个人都傻了，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秋叶的这个拥抱让他心动不已。书里写道，我慢慢抱紧秋叶，指尖感受到她的柔软，她的体温静静地流淌过来。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这是我第2次看到她流泪。虽然莫名其妙，我也没想去深究其中的原因，我只知道有什么让她哭了，这就够了。我们的唇叠在了一起，那一瞬间占满我整个大脑的各种谜团像冰山毁坏般开始崩塌，进而融化流走，卷起的汹涌波涛在我脑中徘徊，最后不知被吸入了哪个洞穴，好像爬出了浴缸塞子。在我们的唇分离时，浴缸里的水已经完全流光，就连曾经在那里发生过什么都看不出来了。2个人松开之后呢，秋叶就看着杜布说要不要去我的房间于是他们就来到他的房间。他的房间呢还保持着一个高中生的房间的样子，看起来就是已经很久没有住过了嘛。那么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们又很自然的拥抱了。书里就写，我一面和他接吻，一面想着如果继续做下去，事情将无法挽回。但另一方面，我非常兴奋，预感到接下来的时间会非常美妙。我想和秋叶做爱，想脱掉他的衣服，抚摸他的肌肤，让彼此的身心合二为一。那总之，接下来损这800字，2个人就做了他们到底还是逾越了那一条红线。第2天早上晨光亮起来的时候，就是要走了嘛。一方面杜布很开心有了这样的一晚，一方面他一想到回去要面对老婆，心里就很纠结。因为昨天他把手机关机了，他一开机就看到他老婆发了无数短信，以及说你在哪里，怎么了，出事了吗？很多担心他的话。那么他回到家就编了一堆谎言，意思就是说公司有客户烂醉如泥，然后把他送上车了，根本回不去。但是他的家住在很远的地方，所以呢，我只能到天亮才回来，就是非常烂的一套说辞。他老婆由美子听了之后说什么呀？怎么老遇到这种事情呀？上次也是这种情况，说什么客户喝多了把你西装给吐了。
也是天亮才回来，你这个工作也太那个了吧。杜布就说那没办法，赚钱不容易，钱难赚屎难吃，那客户要这样子，我有什么办法嘛？由美子也没有办法，那只好认了。杜布看由美子不追究，心里就有种隐隐的罪恶，他告诉自己这个谎呢不能再撒了，就到这里就为止吧。但是可能就此为止吗？当然是不可能的。那书里就写只做一次是出轨，那继续下去就是婚外情，那么当然这件事情发展成了婚外情。那秋叶和杜布之后就频繁的约会，那两个人就形成了一个默契的模式，就是每周四，因为他们下班的时间比较契合，那么周四下班之后，杜布就会去秋叶家里待2个小时。那么在这2个小时当中，他们就是大度特度。书里写几乎每次约会都是如此，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至少在半年之前，我还从未想到过自己会有这样性欲高涨的时候。之前我甚至认为自己已经是个枯萎的男人了。但男人真是一种自私的生物，一边体会着重新发现自我的刺激，一边又坚决不想放弃现在的家庭，就像我现在一样，一边在和秋叶约会，他一边忍不住看表，等会儿要回家了。约会完之后，他回到家，老婆由美子照例就是给他拿拖鞋呀、泡茶呀，就服侍的服服帖帖呀。他一边宽衣解带准备去洗澡呢，一边又很害怕老婆晚上进他房间，因为老婆为了照顾在幼儿园的女儿，就已经分房睡了，跟女儿一起睡。但如果每次女儿睡熟了之后再进他房间，那就是由美子求欢的信号。他竟然开始害怕老婆来给他求欢了，因为他害怕被由美子发现他跟其他女人做过的痕迹。最重要的是，书里写我已经没有体力了，所以呢，他就陷入一种痛苦。那肯定有人说，既然这么累，就不要出轨了。没错，这话完全正确，我也清楚。可是躺在床上，熄灭床头灯，一边注视着黑暗，一边回想和秋叶度过的时间，我就彻底淹没在无比的幸福中。我甚至觉得，只要陷入这种魔法一次，就能克服任何的艰难困苦。总之，我们的男主杜布他上头了。后来他和秋叶之间就一发不可收拾。那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某一次周四的时候，他刚满心期待的要去跟秋叶约会，突然他老婆由美子打电话来说女儿发烧了。听到这个话，杜布心里就咯噔一下，突然某种负罪感就来了。他之前差点就忘了自己有个女儿了，每天跟外面情人嗨到飞起，意思就是说女儿发烧了，所以要让她送去医院，今天下班得早点回来。那么当然就因为这个得取消跟秋叶的约会了嘛。一边想着这个，他又觉得有点对不起秋叶，所以杜布就跟秋叶说了，秋叶就说没事，那你去吧，那今天就不见面了。但是杜布心里就很不是滋味，把女儿送去医院，然后晚上回家之后，一切都安顿好了嘛，夫妻2个人稍微就可以松一口气了嘛。杜布就看到桌上有很多那种圣诞老人用鸡蛋壳做的那种手工工艺的圣诞老人的样子，然后他就问这是什么。由美子说这个是手工教室里我要教大家做的那种小玩意儿，因为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嘛。杜布一心想到他的妻子结婚之后就在全心全意的照顾女儿，等于奉献了自己的所有，也没有办法出去工作，所以他就找了一个那种兼职的手工教室的老师的工作。因为有这个工作，所以他也很开心。他回想自己妻子由美子可以算得上是完美老婆了，家里顾得很好，然后对女儿也很好，对她这个丈夫也很上心，所以不知道为什么他有了一丝内疚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孩子睡着了，由美子就是久违的进了杜布的房间，想要意思跟他求欢。夫妻俩已经很久没做了，于是2个人就顺其自然的做了。那么书里描写杜布跟自己老婆的这一段床戏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和由美子做爱总是一成不变，一如既往的顺序，一如既往的碰触，一如既往的甜笋，一如既往的体味，还有一如既往的高潮时间。由美子的表情一如既往，呻吟声也一如既往，任何反应都是一如既往。这简直就像是一个老司机开车，完全不需要思考，手脚自己就动了，连事后处理的顺序都没有变化，纸巾的使用量和时间长短都和往常一样，估计我的射精量也是。这些年，性爱对我来说就是这回事，既不讨厌，也不激昂，仅仅是对外界的刺激有反应。我虽然觉得对不起由美子，但我已经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了。以前还好，现在我体会到了和秋叶的美好性爱，就再也回不到以前了。秋叶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性爱还是需要恋爱的感觉才来支撑美好。性爱是男人和女人做的事，然而我们夫妻，估计世界上大部分的夫妻都是这样，已经不是男人和女人了。总之呢，跟老婆做完之后，他觉得由美子更温柔了一点，他想偶尔是不是也得跟老婆要同房一下呢？总之呢，他第2天又去公司了嘛，去了公司之后满脑子想的都是秋叶，但是没想到秋叶第2天没有来公司，然后打电话呢也没有人接，他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下班之后他就赶去了秋叶的家，门呢就半开着，不远处的地上躺着一个人。
正是秋叶。他很紧张，他过去摇秋叶，这秋叶整个人就没有反应嘛，他就大喊秋叶秋叶，一时间所有的情绪就染上了头。他觉得秋叶一定是在恨他昨天晚上为什么没有跟他约会，抛下他去跟家人在一起了，所以他非常紧张，他就大声的喊。没想到恍恍惚惚当中啊，秋叶突然就醒了。原来呢，他不是自杀，他只是喝多了睡着了。那么男主抱他，整个人就大松一口气，但是不理解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睡着了。秋叶就说没什么，喝着喝着就睡着了。一看旁边呢都是酒瓶子，他就想到了秋叶跟他说这个房子是死过人的，曾经有一个人死在了这个地方。他就问秋叶是不是想到了什么事情。秋叶说你还是别知道这个事情比较好。结果杜布就说我想知道，我想了解你，能不能跟我说你过去的事情。那是我上高中的时候，那年放春假，我一个人在2楼的房间练习蛋黄管。我是学校管乐社的，所以就在家练习。那一天家里还有3个人，我父亲、我姨妈还有我父亲的秘书。姨妈就是我妈妈的妹妹，我妈妈过世之后，她就经常来我家帮忙。那一天我从房间下来之后，发现客厅的门开着，就觉得很奇怪。后来下来之后才发现姨妈出去了，父亲也去了学校。但当时我站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哪里很奇怪。我以为客厅没人，但当我走近的时候才发现有什么东西躺在桌上。等我走近了看清楚之后才发现就是一个人，就是那天你说的大字形躺在桌子上的那个人死了。没错，桌上死了一个人，他的胸上插着一把刀，那个人就是我父亲的秘书本条粒子。听到这里，杜布的心就咯噔一下，他无法想象亲眼目睹这种画面是一种什么样的冲击感。但是秋叶整个人显得好像非常的平静。他告诉杜布说，本条粒子几乎是一刀毙命，刀就是插在心脏上面。警察说了，想要直接插进心脏其实很难。那杜布听到这里就说，那后来你怎么样了？秋叶就说，我什么都没做，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是躺在床上的，大概是一看到尸体就昏过去了。那个时候我体质虚弱，还有点贫血，所以呢，就是他醒过来的时候在床上，父亲、姨妈和警察都已经赶到了。据说是他的姨妈回来之后看到秋叶倒在尸体旁边，连忙就联系了父亲，然后惊慌失措的报警了。那么警察来了之后封锁现场，发现呢本条粒子的他的包不见了。那么现场没有非常明确的打斗痕迹，朝向院子的玻璃窗开着，凶手应该是从那里逃走的，既没有留下指纹，也没有目击证人，唯一的线索就是那把刀。但是那个刀呢，就是哪里都可以买到的普通刀子，所以这个线索也毫无用处。所以就是说，凶手呢没有抓到，而且他们这个住宅区呢，就是平时白天路上都没人。秋叶他家因为是算是那种气派的豪宅吧，那个围墙都是围得非常高，就外面的人也看不到里面，就是说完全没有人看到凶手是什么样子。之后呢，家里就来了很多警察，来来回回的各种调查，但是始终没有明确的线索。这个事情一晃就过去了15年。好像杜布就不停的唏嘘说，难怪你爸爸那天看上去神情这么落寞。那个案子之后，他失去了这么重要的秘书。结果呢，秋叶就突然就笑了，意思是说，我觉得他不是因为失去了秘书，而是因为失去了情人。本条粒子是我父亲的情人。亲眼看到父亲的情人死在自己的家里，死在自己的面前，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杜布整个人就懵了。听到这里的时候，他的表情就非常的复杂。那么看着杜布复杂的表情啊，秋叶就说算了，不说这件事情了，我们出去走走吧。杜布就被他拉着出了门了，两个人就开车来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比较幽静的一个小酒吧，名字叫做蝶之巢。那么进了酒吧之后呢，就看到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调酒师，还有一个穿的就是非常五彩斑斓的老板娘。原来这个老板娘呢，就是秋叶的姨妈。就说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姨妈也就是离开他们家不做那个事儿了，所以就不在他们家帮忙了，出来就开了这个店。书里写他看上去50岁左右，妆有些浓，但不显俗，穿了一件花哨的开襟毛衣。那么姨妈看到秋叶来了就很开心啊，然后再看一看秋叶旁边的男人啊，马上发现他的手上的有戴戒指的痕迹嘛，但是显然跟秋叶在一起把那个戒指拿掉了，就知道他是个已婚的男人，脸色立马就不好了。
但是呢也不多说什么。结果他们几个人就大概聊了一下，姨妈说那你们先聊，我先去忙别的了，就走开了。走吧，坐了一会儿之后，杜布就跟秋叶赔礼道歉，就是昨天女儿发烧这个事情。杜布这个时候会上头嘛，他就跟秋叶解释说，如果发烧的是你，我也会不顾一切的抛开他们来找你的。然后秋叶听到这里就突然间就很轻蔑的笑了一下，是这些没有办法实现的话，请你就不要说出口了。到此为止，你感觉秋叶还是比较明智的，他明白这是一段没有结果的婚外情，所以他也从来不去做过多的干涉。但是你感觉这个男主杜布他很上头，杜布说我是认真的，平安夜我会跟你一起过的，我保证。那么平安夜在书里描写是一个对日本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日子，只能和家人情侣就是真正的恋人一起过。他竟然要抛开妻女去跟他这一个情人过，然后秋叶觉得不可思议，说你别说了。但是杜布就再三掐着他的肩膀，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我跟你保证，平安夜我一定会想办法跟你在一起的。然后秋叶的心里就闪着光嘛，就这么看着他。但是杜布说了这个话之后，他怎么去实现呢？他要再怎么编织谎言就是出去呢？因为他之前每一次出去都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嘛，什么客户啦、加班啦，然后遇到什么事情啦，这由美子每次问他都是搪塞过去嘛。那么平安夜这么重要的事情不会加班的，因为大家都会放假嘛，所以他只能想到了找朋友帮忙，他就找到了那个新谷，就是开头那个说我们已经不是男人的那个兄弟。那么新谷听说了杜布的事情之后，就皱着眉头说：“你疯了吧？你平安夜的时候要去跟外遇一起过，你什么时候不能过？要挑平安夜出去？你这不就是摆明了想让你老婆知道你不对劲吗？你该不会想要跟你老婆离婚吧？”结果杜布就说：“离婚？我倒是从来没有想过这回事情。”那就对了。婚外情的前提就是不能影响家庭，重要的节日当然是要跟家人一起过了。你的外遇应该知道，他和一个有妻室的男人保持这种关系，就是要忍受这种痛苦吧？他当然知道，他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实在是不忍心，他因故失去了家庭，我觉得他很可怜，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把他一个人抛下，自己一个人跑去享受天伦之乐。那你要是被老婆发现了怎么办？杜布，万一你被老婆发现了，可一定要咬死不承认啊！实在不行，要是真的被由美子揭穿了，你可绝对不要冲动之下提离婚。可是，就算我不提离婚，由美子也会提啊。她不会提离婚，女人都很聪明的，离婚的话，没有人会幸福。你要是万一被发现了，就立刻哭着下跪道歉。女人发现老公出轨了，想听的就只有道歉和发誓，她们不会因为愤怒而放弃稳定的生活。所以你现在最好马上练习一下怎么下跪道歉。我觉得也是，好像应该先道歉。你怎么还不明白？道歉只是漫漫长路的开始，这条赎罪的路没有终点。你要道歉一辈子，一辈子在老婆面前抬不起头来，然后你会发现家里没有你的容身之地，直到你死为止，明白吗？那么话虽如此啊，虽然新谷骂他，但是最终还是帮了兄弟这个忙。就是平安夜的那一天啊，本来已经就是说杜布在家了，突然间有一个电话打来，由美子接起来，就是杜布的老婆嘛，就说新谷说有急事找你，听上去声音很慌张啊。结果呢，男主拿过电话说喂，什么事？然后电话那一头新谷就说老师去世了。什么？然后他就演了一出戏，意思就是说他们以前有一个很好的老师突然去世了，其实这个人早就死了。总之他们就搞了一个这样的局，不得不大平安夜的要去灵堂，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那由美子也没有办法嘛，这么重要的人你说是吗？所以就放老公走了。那么他以这个理由，男主就屁颠屁颠的出去了，然后呢就到了酒店跟秋叶两个人在一起厮混。我和秋叶在宾馆度过了平安夜，秋叶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美丽可爱，还带了几分妖艳。我们赤裸着相拥，互相凝视，说了很多回想起来令人脸红的情话。想到家里有人在等我，是一个女人和她给我生的孩子，但那个女人不是秋叶，那里才是我应该待的地方。那对母女对于我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他们的平安夜是怎么过的呢？一想到这里，我就不禁心痛起来。只要不跟秋叶分手，我就无法从这种痛苦中解脱。既然得到了和秋叶在一起幸福的时光，我就必须付出代价。就是平安夜，他跟那个秋叶就是爽完了之后回家，然后新谷就发消息跟他说：“你记得先去外面转一圈，身上沾一点烟味再回家，不要立刻回家。”然后看上去这个新谷呢是个老司机了。这个新谷后面有个彩蛋，到时候跟你们讲。反正按照新谷的话，那么杜布就这样子弄了一身烟味回家了，一回到家就显得很垂头丧气，很累啊，整个人很疲倦，就开始演了嘛。那么由美子看他这样子也觉得很心疼，然后杜布就看到桌上又有很多圣诞老人放在那里，问他怎么还在做这个？由美子就说昨天给大家上课啊什么什么的啊。那杜布就点点头，然后赶紧的就去洗澡了。
这样呢，就是又瞒过了一回。刺激的平安夜过了之后，紧接着就是新年的假期嘛。就在他纠结的时候，没想到秋叶反而先给他发消息了，就是说我新年要到加拿大去，我有个朋友在那里，所以新年我们就不用见面了。哎，这个时候那个杜布心里就说不上的有一阵落寞，但是也好，他在家里可以陪陪老婆女儿嘛。那么新年假期的时候呢，杜布就顺便去妹妹家拜年啊什么的。那么他是一个人去的，独自出来之后呢，他就觉得这么回去太可惜了，所以他就突然想到了秋叶之前带他去过的那个酒吧，然后他就开车到了秋叶姨妈的那个酒吧嘛。就在他走出来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陌生的男人跟上他，就把他叫住了。那么他一回头才知道这个男人是个警察，男人就自我介绍说我姓卢源。那么长话短说啊，这个卢源其实跟着秋叶很多年了，他呢就是调查秋叶家里的那个凶杀案的那个警察。杜布就很懵，说15年，那你就是调查秋叶15年了。卢源就说其实也没有那么久，中间我被调去其他的部门做了很多别的事情，最近呢才又被调回来，因为这个案件呢已经快要过时效期了，3月31号就要到期了，所以想在到期之前看看还有什么能够突破真相的可能性，如果您知道的话能不能跟我说一点呢？那杜布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去找秋叶本人呢？我也不知道多少呀。那卢源就笑了，意思是说我们找过他很多次了，他说的供词呢就是那样。那么我想这位先生，您和秋叶小姐的关系应该不简单吧？有的人放松的时候会无意中衬托出一些秘密，我是想从你这里知道一些他平时不经意间说的事情。那说到这个份上，那么杜布也就把秋叶跟他说的话再复述了一遍。那么警察听下来觉得跟他们掌握的信息是差不多的，然后就开始撇开话题，就问别的，就说那么秋叶他本人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你们约会的时候会去干什么啊之类？因为警察毕竟眼睛很辣，一眼就看出来了，其实杜布是个结婚的男人，然后他跟秋叶之间的关系就是婚外情的关系。那么杜布就虽然觉得有点就是脸上火辣辣，但是对着警察你也不能撒谎吧，就说秋叶他喜欢冲浪啊、潜水啊什么这种，就随便说了几句就敷衍他。然后卢源听了之后就点了点头，说好，知道了，谢谢你，如果有问题还会再来找你的。送走警察之后，男主杜布他一个人开车去了一个港口，就看夜景嘛，就想回忆刚才警察跟他说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想到了一个点，书里就写说秋叶说他一看到尸体就昏过去了。问题是他之后说的话，当时秋叶说那个时候我体质虚弱，还有点贫血。第一次听到这个话的时候，男主并没有多想，但是他现在回想起来很奇怪，秋叶是一个喜欢潜水、冲浪游泳的这样的一个女孩，一个体质虚弱的女孩怎么会可能做这些事呢？于是我又想起一件事，案件是3月31日发生的。我们刚相识的时候，秋叶说过，等过了明年的3月31日，很多事情就可以跟我说了，那正好是诉讼时效到期的日子。所以秋叶的秘密到底是什么？杜布就是情绪低落之下，后来就又开车去了那个姨妈开的酒吧，喝了几杯闷酒，但是无意中发现酒吧的角落里面有一个女人的背影，这个女人看上去非常的干练，她正在翻一个什么资料，她就往那个一瞥，就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贴了一些新闻报道的贴图，然后其中上面正写着就是15年前就是秋叶家的那个案件的报道。当时就一惊，他想这个女人是谁？结果这女人收拾东西出去走了之后呢，男主杜布就马上跟上她，就说请等一下，他说那个您是，然后两个人就算打招呼认识了嘛。长话短说，死者不是秋叶爸爸的秘书吗？叫做本条粒子吗？本条粒子的妹妹就是这个女人。原来死者的妹妹多年来一直都在调查她姐姐死因的真相就这样追查了15年，眼看案件要到时效了，所以她又来这里来找秋叶的姨妈，想看看有没有新的线索，但是姨妈每次看到她来就躲开。于是杜布就提出想跟这个死者妹妹多聊一聊，结果对方就问他你跟她什么关系啊？那么杜布就表明了一切嘛，意思就是说我想要跟她结婚，所以我想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听到这里，他妹妹就冷笑一声，意思就是说你不会想听我说的话的。杜布问为什么，结果他说因为杀死我姐姐的真凶就是中西秋叶。听到死者妹妹的话，杜布整个人惊呆了，就连警察都没有如此确切的肯定说他怎么可以确认凶手就是秋叶呢？所以他立刻找一个地方坐下来，两个人就对谈了嘛。死者妹妹先让杜布重复了一遍秋叶口中的案发现象是怎么样的。那么根据他的口供，当天他在家里的2楼练习吹奏，然后呢下楼发现家里没人，走进客厅才发现有个人躺在茶几上，胸上插了一把刀，这个人就是秘书本条粒子。然后他就昏过去了，醒来之后发现躺在房间，然后警察爸爸呀还有姨妈呀都回来了。客厅呢有一个玻璃窗是开着的，死者的妹妹叫真纪子，真纪子听了之后呢就冷笑一声，就说你不觉得这段证词漏洞百出吗？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凶器这把刀上的指纹被抹掉了，要抹掉为什么不戴手套呢？杜布就说有可能是凶手他就
是忘了戴手套呢，临时就把指纹给擦了呢？那么妹妹就说搞笑，凶手有备而来，带着刀而来，但是却不戴手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就当他是粗心。那么第二个嫌疑点就是非常大，就是声音。如果说是入室盗窃，那么应该是找哪家没有人，哪家钱多去找的了。这一带的很多高级公寓都非常有钱，所以当然是挑家里没人的人下手了。杜布就说，对呀，那么凶手肯定是躲在某个地方，发现姨妈从家里出去了，所以猜这栋房子没有人，所以他就进去了，是无差别选择作案。进去之后才发现家里有人，所以就捅死了秘书嘛。结果呢，妹妹又想了说，凶手怎么可能知道家里没人呢？你忘了当天秋叶在家里干嘛吗？杜布就回想一下，他在2楼的房间里面练习吹那个单簧管啊，吹单簧管的声音大家都能听见吧，所以不进门，凶手也知道家里应该有人啊，为什么偏偏这么多没人的房子不选，去家里有人的地方呢？这也不是很反常很矛盾吗？这个刀啊是正面插入本条例子的心脏的，而且是一刀击中。听到这里，杜布就不禁流下了冷汗。死者的妹妹就说，年轻女人在家里看到陌生人闯入会有什么反应呢？当然是大声尖叫，会逃走，但谁都没有听到她的叫声。就算他顾不上尖叫也会逃走，可他被杀了，而且不是从后面，是从前面，所以结论就是凶手是死者认识的人，而且是他非常熟悉的人，迎面走来他都没有任何反抗的人。如果是认识的人，他大可以从正门进来，可以按门铃啊，可是那天没有人听到门铃，所以这就是秋叶证词当中的一个疏忽。他在做这个证词的时候有了这样一个漏洞，这些点梳理下来，其实就是可以推断出不是什么所谓的入室盗窃，凶手也不是无差别作案，而凶手就是秋叶，因为他有独过的动机，秘书跟爸爸出轨，所以离婚了。他们离婚之后害他妈妈自杀了，他恨不过去，所以就杀了本条例子。听到这里，杜布心里就是一身冷汗，他完全没有办法解释这一切。然后死者的妹妹真纪子就说，我是不会放弃的，我的姐姐一定是被他杀了。杜布先生，我跟你讲这些是因为秋叶不愿意跟警察讲真相，但也许你是解开这个事情的封印。这个女人既然会谈恋爱，也许她在恋爱当中会说一些不该说的话。杜布听了之后就若有所思。没多久，这个秋叶的父亲他又找到了杜布，意思跟他说，其实我也知道死者的妹妹也来找过你了，因为在那个酒吧发生的事情，那个他姨妈都会告诉我，他应该跟你说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话吧。杜布说是的。结果他的父亲就说，请你不要相信那些话，秋叶没有理由去恨一个错误的对象，就是秋叶没有理由去恨他的秘书，因为他的秘书根本就不是他和他母亲的第三者。听到这里，杜布整个人就震惊了。父亲就说，那些都是旁人的臆测，我和秘书本条的关系是我跟他母亲正式离婚之后才发展开来的。证据就是，如果我是因为这个撕破脸的话，那秋叶的姨妈就是那个酒吧老板娘也不会来我家帮忙。然后听到这里，杜布就若有所思，说那为什么死者妹妹跟警察都怀疑秋叶是凶手呢？他父亲就说，因为他们想当然的认为是我的婚外情导致了离婚，因为凶手到目前都还没有找到，所以他们急于结案，时效期要过了，当然想要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推出一个凶手。见完父亲之后不久呢，杜布和秋叶再一次约会了。这一次秋叶的反应和表现和以前非常不一样。上一次杜布不是真情表白了吗？说可以为了他离婚什么，他一开始接受不了，但后来他接受了他之前都觉得杜布不是他的男人，但是从这一刻开始，他跟杜布说，我决定你现在是我的男人了，从今以后各种辛苦就会像漫长的雨，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就能忍耐。在雨中，秋叶牵起了杜布的手，杜布表面上很开心，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里泛起了一丝涟漪，他才意识到自己是个狡黠的男人。他一直期待跟秋叶在一起，但是当听到秋叶等他离婚的时候，他反而又有点害怕了。就这样，白色情人节要来了，喝了很多酒，在宾馆嗨完之后，他们又开车去了那个姨妈开的酒吧。在酒吧里的时候啊，秋叶显然已经喝多了吧，整个人一直在说胡话。这个时候呢，死者的妹妹也来了，好像人都聚齐了。这个时候，秋叶就一边喝着酒，就一边看着妹妹说，其实你知道吗，那一天凶案发生的时候，所有的玻璃窗的门都是从里面锁上的。然后说完这句话就倒在了杜布的怀里。那么所有人听到这里都惊呆了，玻璃上的门都是锁上的意思就是这个房子是个密室，就是不可能有人从外部进入。他说的这句话意思就是变相承认了他就是凶手。听完这个话大家都呆了嘛，然后死者的妹妹真纪子就说，他刚才说什么，就要晃他嘛，弄醒嘛，但是杜布说他喝醉了，你别弄他。然后他妹妹就很激动嘛，就说你们都听到了吧，你听到他说什么了吧，他现在是在跟我炫耀吗？是不是因为时效期到了，所以他终于忍不住要来炫耀了？五彩夫人就是姨妈妈就说，你别听他说，他就是喝多了。他说那天是有一扇窗是开着的，我看到了。
结果他妹妹就不死心，后来就跑去跟那个卢源警察说了嘛。结果次日警察就来找那个杜布了，就说我听到那天在酒吧发生的事情了，你真的要和这个女人纠缠下去吗？杜布还在帮秋叶解释，说他只是喝多了。警察就和杜布就说，死者的妹妹真纪子是不会放弃的，即便这个案子作为刑事案件了结了，他还是可以提起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时效可是20年，还有5年才到期。你打算在这5年里也继续奉陪吗？对于这样一个麻烦的女人，你真的要和她纠缠下去，放弃你原有的家庭、美好的老婆和女儿吗？杜布抱着复杂的心情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女儿。就幼儿园的女儿不知不觉开始吃纳豆了，可是以前这个小女孩就很讨厌纳豆，一直吵着不肯吃的，就不知不觉间她其实已经错过了很多和她女儿之间成长的时光。她开始回想起这一段婚外情给她自己的人生带来的影响，但是她仍然没有办法刹住她的脚步。就这样，时间来到了3月31号当天，也就是所谓的时效期要过的那一天，秋叶约了杜布回到他们家的那个气派的别墅，两个人照旧是温存啊，然后想要在床上滚一番，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杜布就是没能兴奋起来，但是秋叶说没有关系，就这么抱着也很开心，然后就抱着他，两个人下楼泡点东西喝。那一边喝的时候，杜布就想起来当天在那个酒吧的时候，为什么那天你要说别墅所有的窗都是从里面锁上的呢？你是不是喝多了？然后秋叶就说我没喝多，我压根没醉。秋叶就跟他说，我全程都在装醉，我知道你们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死者的妹妹怎么说的，但是我就是想听你们在干些什么。杜布这个时候就不懂了，就在他迷茫的时候，突然门口传来了开门的声音，他的父亲还有姨妈来了。秋叶就拿着杯子笑了一下，就说看来悬疑剧场的人物都到齐了呀，最后要到了摊牌的时候了。秋叶看着他的父亲，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意思就是说，中西先生，15年来你一直在包庇女儿的罪行，现在终于一切要结束了，心情怎么样？开心吗？他又看向了姨妈，你呢？心情怎么样呢？他的父亲皱着眉头，意思就说你别说了。秋叶就说为什么别说了？我等了15年，就是为了等现在这一刻。秋叶的父亲就发飙了，说我让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事情发生什么。秋叶就哭着笑了，说我怎么会不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我什么都知道，因为我那天根本就没有昏过去。秋叶的爸爸惊呆了，他看着秋叶说，凶手难道不是你吗？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和姨妈都以为凶手就是秋叶，他们为了包庇女儿，所以才瞒过了警察。那秋叶就苦笑着说，当然不是了，你为什么15年前不问我？案子发生那么久，你从来没有一次问我到底是不是凶手，因为一开始你们就默认是我杀了他。然后大家就惊呆了，姨妈也就捂住嘴巴说，既然不是秋叶杀的，那如果不是秋叶杀的，秘书到底是谁杀了他呢？秋叶就说，本条例子是自杀的，因为我看到了他的遗书，然后把那个遗书给藏起来了，因为我觉得不能让警察看到，因为实在是太肮脏了。秋叶看着杜布跟他说，这2个人恶心至极，这2个人为了隐瞒自己的婚外情，牺牲了另一个女人。话音刚落，杜布也懵了，不是你父亲的婚外情的对象是秘书吗？怎么又变成你姨妈了？他和姨妈有一腿吗？就是跟你妈妈的女儿有一腿吗？本条也爱我父亲，而且是真心的，但父亲真正的外遇对象其实是我的姨妈。从结婚以来，他就和姨妈有特殊关系。父亲说婚外情不是他和母亲离婚的原因，那都是假的。他们正是因为父亲的婚外情才分居的，但母亲并不知道父亲的外遇对象是谁，父亲没告诉他，应该说是无法告诉他吧，毕竟出轨的对象是小姨子。那你父亲和本条以前不是说过吗？他在和母亲分居以后，才与本条发展出特殊的关系，那是事实。那就是说，你父亲和本条也有关系？本条被当成烟幕弹了。什么？作为签字离婚的条件，母亲要父亲坦白外遇对象到底是谁，但父亲根本说不出口。如果说实话，母亲是绝对不会答应离婚的。为了骗过母亲，父亲利用了本条，他维持着与本条的关系，告诉母亲外遇对象是本条。他们从分居到离婚花了那么长时间，并不是因为母亲拖着不肯离，而是因为父亲需要时间把本条变成真正的情人。很不可思议吧？但事实就是这样。我也被骗了，我以为是本条把父亲抢走的。母亲死的时候，我还恨过本条，可就连本条自己也以为她是父亲的女友。秋叶眼睛通红地瞪着父亲，说道：“他爱你啊！读了他的遗书，我才第一次知道他爱你爱得有多深。可是你们呢？你们对他做了这么多残酷的事，你们把本条变成父亲的情人，然后一如既往的私会。怎么样？
我说错了吗？听到这里啊，父亲就解释说，我也是喜欢本条的，我没有想过利用他。结果秋叶就怒了，别现在是信口开河了，如果没有利用他，那你就是在他和姨妈之间脚踏两条船了。姨妈会原谅你吗？她会允许你跟别的女人上床吗？她难道不会说不要去见别的女人吗？没有，她默认了一切，从头到尾，你和姨妈就是共犯，你们利用了本条丽子。本条知道真相之后崩溃的自杀了，还用刀直接捅进了自己的心脏。你知道我看到那份遗书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父亲？我觉得活着没有意义了，所以干脆就要死了算了。我回到房间，拿出安眠药，那些安眠药都是妈妈的。我吞下那些安眠药，想一了百了，但没想到实在是太恶心了，就吐了出来。但是我的意识变得模糊，整个人浑浑噩噩。等到姨妈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以为我昏了过去。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们两个人的嘴脸，所以就假装昏迷。我知道你跟姨妈在我耳边说了什么，也知道你们是怎么谋划现场想要包庇我。你们就这样骗过警察，说是入室抢钱。等我醒来之后，看着你们叫我说谎的嘴脸，我就决定要惩罚你们。我要把秘密一直保存到时效期以后，只要我不说，你们俩就要包庇我的罪行。为了保护我，你们就要背负着罪恶的十字架，这是你们的报应。秋叶的话音落下，整个房间都沉默了。姨妈哭着跪了下来，她的父亲陷入了沉默。秋叶就说：“走吧，我不想待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天蒙蒙亮了，秋叶就回过头，对着杜布说：“你回家吧，你老婆还在等你。”秋叶就跟他说：“从头到尾，我都是在利用你。我和你发生婚外情，就是为了让里面这两个人痛苦。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你可以回到你的家庭了。”杜布无法相信，他说：“不是的，你在说谎。”秋叶就说：“我没有说谎。第一次带你回家的时候，看到我父亲站在那里那个表情，我就决定要利用你了。”杜布听到这里，整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这个时候，秋叶说了一句话：“杜布先生，其实你心里松了一口气吧？自从我说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男人了，你听了害怕吧？你在烦恼要不要把自己的一生和我这个说不定是杀人凶手的女人联系在一起？我跟同事说想要结婚时，你是不是也着急了？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你现在不用烦恼了，我们不会再有任何瓜葛。”原来从头到尾，秋叶害怕的都是杜布会提前离婚。如果这样的话，他的计划就泡汤了。他从来没有想过让杜布去离婚，他要的只是利用杜布去恶心他父亲跟姨妈两个人。杜布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结局。故事的最后，杜布回到了家，他的老婆由美子给他倒上了一杯水，然后桌上放着那些圣诞老人。杜布这个时候失魂落魄，看着那些圣诞老人，就觉得怎么都过了平安夜了，还会有那些东西。由美子什么都没说，就说：“哦，没什么，就是放在这里可能心情会好一点，你帮我把它放到柜子里吧。”这个时候杜布喝完水就说好，他就是面无表情地拿起那些圣诞老人，一边走的时候，他一边觉得这段时间以来的一切好像就是一场梦。但是当他拉开那个柜门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就清醒了，在那个柜子里面放了命运妈妈无数的被敲碎的圣诞老人。那个圣诞老人是鸡蛋壳做的嘛，所以每次都一个一个被敲碎了。说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里？看起来不像是不小心打碎的，为什么在平安夜早上这些蛋壳还完好无损？那么这些就是在平安夜之后打碎的。会不会是在我和秋叶约会的时候，或是在我为了秋叶约会而准备的时候，由美子打碎了这些呢？我的脑海里勾勒出由美子把精心制作的蛋壳老人一个一个打碎的画面。她明知丈夫去和情人约会，却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希望丈夫有朝一日可以回头。她不指责我，是因为知道那会成为离婚破裂的导火索。她打碎这些蛋壳，会不会是为了平息自己的愤怒呢？我把塑料袋放回原处，把蛋壳圣诞老人放在最上面，关上了纸箱。我熄了灯，走出客厅，走向有妻子等候的卧室。看到最后那些破碎的圣诞老人，我才明白原来是这样啊！我就知道他老婆由美子是不可能完全不知道的。任何一个女人，老公出轨了，她都不会当个傻子，她多少她会知道一些线索，她只是选择装傻，表现出不知道而已。那么主线故事结束，最后还附赠了一个外篇，就是讲新谷的故事。那作为那个就是出谋划策的老油条新谷，其实他也经历过婚外情的故事，但在主线故事里没有写出来，他在副篇里写了，生动描写了
作为一个被夹在老婆和小三之间的男人，到最后就变成了三方都痛苦的一个拉扯的场面。所以经历过一切的辛苦，他才会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场婚外情当中，没有一个人会胜出。那在这个故事里面，东野圭吾淋漓尽致的去描述了一个出轨的男人在婚外情的这个关系里面，他的各种心态是什么样子的。非常的细致，非常的贴切，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书，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开个玩笑，因为写的我觉得真的是蛮贴切的。我想从一个比较冷门的话题切入，就是这个书名啊，这个书名叫《黎明之街》啊。我真的觉得东野圭吾他很会取书名哎，你们觉得吗？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想说，哎，为什么要叫黎明之街？后来看着看着我明白了，就是因为第一次秋叶跟他在卡拉 OK 唱歌的时候，不是后来出来吐了他一身嘛，然后那个时候男主抬头看天色已经是黎明时分了，一个在外面玩了一晚上的男人享受了整夜的狂欢和那种刺激和激情，但是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他还是要回到他原来的家庭。所以当他玩完了一个晚上，走在黎明的街道上，他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一直走在阴阳两界，就像是黎明时候的那种感觉，夜和日的交界。所以这个黎明的街道啊，就像是他的心境一样，在狂欢和责任之间。所以黎明的街道上，一个男人这样一个背影啊，让我觉得非常符合这个书的一个定位。因为我自己是写小说的，很多时候就会为名字啊，就是想破了头。但我觉得东野圭吾的书他真的很会取名字，就直指要害。好，那就是今天的视频啦，我是 Paco， 我们下个故事里的精彩世界再见吧，拜拜。